大家好，我是小夏。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美国报税的时候了啊！今年的报税时间呢是2月12号到4月15号，有特殊原因的呢可以申请延期，但一般大家呢都是在4月中之前就报完了。而且呢，当然是你越早报，越早拿到退税的钱越好了。那一般报税最常见的呢就是3种途径，一种呢是最古老的方法啊，就是自己在 IRS 那个税务局的网上填表。一种呢是去请专业的 CPA 来帮你报，那第3种呢，也就是我今天视频的主题，就是用软件报税。我想把我们用过的软件呢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做一个比较，希望可以在这个报税季帮助到大家。那一听呢就知道今天的视频啊是一个干货讲解，所以呢继续看下去之前，别忘了先给我点个赞。还没有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呢，右下角快点订阅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一般的线上报税软件啊，只能处理居民身份的报税，也就是 resident alien。 这个呢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是绿卡或者公民，而是说你的报税身份是居民。一般来说，在美国满5年以上都会按照居民的这个报税身份来算，那样的话呢就可以用报税软件了。如果你还是学生，或者你在美国呢还没有满5年，需要申报1040NR 表格的话呢，就不能用我今天说的软件了。不过我原来上学的时候，学校都有合作的一些软件，免费专门帮助学生报税的。像我用过的呢，好像叫 Glacier Tax， 但是每个学校都会有一个注册码，也不是说你打开了这个软件就能用的。不过学生呢也不会有太多的收入了，主要就是打工实习，自己填表也不是太复杂。所以如果不满足居民身份的朋友，可以呢先问问自己的学校，或者呢只能采取另外2种报税方式了。那为什么咱们要用报税软件呢？自然就是为了可以更通俗易懂的填写税表，对吧？现在的报税软件呢，大多都其实非常的方便，它会给你很多关键的问题，然后呢，根据你的回答引导你去填写相应的这个税表，而且很多时候列表项上呢还会有一些注解，即使是报税小白也能够毫无压力的完成这个报税。越来越多的报税软件呢，也在开发就是更多方便用户的功能上面啊，比如导入 W2 或者其他的税务表格，省下你慢慢手动输入的步骤，又或者呢允许你导入上一年用其他软件申报的报税单，这样就可以免去再次输入一堆就是各种你的家人个人信息啊、家庭信息啊等等的麻烦了。话说今天的视频没有任何软件赞助啊，我们这个视频号还很小呢，轮不着我们接这么大公司的广告，所以完全就是个人的经验分享，希望大家能多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。那第一个要说的软件呢，就是大名鼎鼎的 TurboTax 了。这个在美国的大家应该是怎么也听说过了，基本就是报税软件里的龙头大哥了。TurboTax 最受欢迎的地方呢，就是因为它简单好用，即使是报税小白第一次 DIY 报税，通过它的引导呢，就能最快的找到所有你能利用的 deduction 和 credit， 能够让你的利益呢最大化。这对于报税新手来说呢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。当然缺点就是 TurboTax 的付费版本价格也是所有的报税软件里面相对最贵的。不过如果你的收入支出状况非常简单，只需要用到标准扣税额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利用它的免费版本报税。那升级版的 TurboTax 呢，就有不同档的价格了啊。报税季早期的时候会有折扣，而且呢 Costco 有时候也会卖这个软件，会便宜一些。所以再次说明报税一定要趁早。那我把现在的折扣价也给大家列在这里了。这个呢是联邦税的价格，也就是 Federal Tax。如果需要另外报州税的话呢，就还需要付另外的费用，大概是40刀一周。比如果你1年之内换工作了，跨州了，你有不同州的收入，那你就要分开报。或者如果夫妻2人的公司不在同一个州，那也要单独付费了。总的来说呢，我给大家做一个 TurboTax 报税软件下面所有不同版本的比较，大家可以截图或者暂停仔细看一下。那免费版呢，适合只有工资 W2 或者呢一些失业金1099G 的收入。有孩子可以，但是不能有房子，不能有学生贷款，不能有买卖股票等其他情况。
Deluxe 版本呢，适合 W2 收入然后又有房子的人或者家庭，它可以呢利用 Itemized Deduction， 就是列项扣除来计税，大多常见的支出呢都可以省税。Premier 版本呢，在 Deluxe 版本上面还包括了股票、债券的投资、出租屋收入等等更复杂的收支情况。最后一种呢是 Self-Employed， 是功能最全的版本，包括自雇收入方面的税收扣除。如果你对自己 DIY 操作不适应，那你可以加钱呢选择这个 TurboTax Live， 这个版本呢就会有一个专业的会计师远程1对1指导，还会帮你核对你的报表和签名再申报，确保你的税表填写是准确无误的，并且呢你可以全年免费向这个会计师咨询。每一个版本的 TurboTax 呢都包含有100%的这个accuracy 的 check， 还有 Audit Support Guarantee 的服务。如果由于 TurboTax 计算错误导致的罚款和利息， TurboTax 都会赔付到底的。另外呢，也可以随时咨询关于 IRS 查账的问题，就是这个 audit。如果不幸被查账的话呢，会有专业的人士指导你如何应对。那关于这个被 audit 这件事呢，咱们以后单独做一期视频来说。第二个软件呢，叫做 H&R Block。这个应该很多朋友在大街上看到过啊，就是一个绿色的门脸，几乎全美都有。我最早的时候呢，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找工作的中介公司，因为我看它不是叫 HR 吗？后来我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报税公司。所以听到这里呢，大家也应该能够猜到 H&R 这个软件的最大优势是什么了，就是因为他们有实体的店面，能够提供线下的 CPA 支持。我记得线下的服务费应该是$69起，但是现在在疫情的情况下呢，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？是不是需要预约？是不是所有的办公室都开门？这个可能要大家自己去官网上查一下了。H&R 的报税软件价格呢，也是分几个档次，州税和联邦税也是分开收费的。不过整体呢，会比 TurboTax 要便宜20来块钱吧。取决于你需要的种类不同和购买的时间，越临近报税的 deadline 就越不会有优惠啊。有一个就是值得比较的呢，就是H&R 的免费版本包括了学生贷款这一项， TurboTax 的免费版是不包括学生贷款的。所以按理说，只要你的收入来源只有 W2， 也就是说只有工资收入这单一一种的话，尤其是刚毕业1-2年的学生， H&R 的免费版本应该就够用了。一旦你有了房子啊，不管是自住还是投资，或者一旦你有了股票啊、基金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资本所得 capital gain， 那你无论用什么软件都不太可能用免费版本的了。这两个软件呢，基本是对新手最友好的两个主流报税软件了。操作起来呢都是相对简单，一步一步呢会有问题带着你填。还有一个软件呢叫 TaxSlayer，这个也是一个老牌的报税软件，但它最开始是给专业的会计师和税务人员用的，所以它的收费呢和上面两个比起来要便宜很多。Classic 版本呢，现在只需要$17就已经可以包括所有类型的收入了。它不会像 TurboTax 那样，就是有房子要选第2档，有股票要选第3档价格等等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软件最早是给专业的就是会计师，就得有 CPA 的人才能使用，所以它需要你对填表有一定的熟悉程度。虽然它也有 Guide Me 这个选项，但是这个方面做的呢，确实没有前面其他2个软件简单易懂，更适合你自己已经知道大概怎么填税表，可能在一些减免项上需要点 Guide 就行了的人。那我这里呢也把不同档次的介绍给大家整理了一下，反正根据这个介绍呢，他们的价格和服务的分档你也能看出来，主要其实就取决于你在报税的时候到底需不需要任何帮助，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来决定。那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留言，觉得我讲得清楚的朋友呢请点个赞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的频道，快点关注小夏和老麦，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吧。那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